来万岁爷是熬不过今晚了。你说谁会当我们的新主子？嗨，谁当还不一样？新主子能把你那玩意儿给接上？哎，谁呀？哦，我找一下太监大哥有事儿。你过去看看。哎，谁呀？干什么呢？太监大哥，我问您一下，刚才我在路边捡到一个东西，想让您看看认不认识。干嘛呢？对不起，打错了。站住！别跑！怎么样啊？别跑！站住！走。还是你的办法管用。他又醒了。哎呦呵！走，过来呀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搬啊！快搬！再转，再转转。好了。我干过，我放药。是不是继承皇位的事儿？启禀太后，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他在哪里？在坤宁宫。他在干什么？他说。他点了红衣大炮，把垫脚给轰下来了，还把祭天的神杆也给轰断了。听着，不许再胡闹了，你不容再有事了。这种时候还在捣乱，居然把祭天神杆都给轰下来了，不祥之兆啊！看来三阿哥没希望了。哼，未必。
阿玛叫你，你快去呀！阿玛知道你的小心，对不起，皇阿玛不是一个好阿玛。到临死之前才能看清楚你。皇阿玛一直没有好好了解，没有好好照顾，没有好好的调教你。阿玛知道，你放炮不是因为玩耍，也不是因为任性，而是为了阿玛。为了病重的皇阿玛，因为你知道，杀破狼3行入庙是帝王大凶之相，所以你想把他轰下来，救你阿玛，对吗？皇阿玛，你一定要康复，你一定要好起来啊！傻孩子，生老病死，谁也逃不过去。不，你是皇帝，是九鼎之尊，什么事都由您。你有错，作为皇帝，有得也有失。可是失的总要比得的多得多。雪儿，你要记住，皇帝不是治天下，而是治于天下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百姓才是你的主子。明白？玄也明白。好儿子，委屈你了。阿玛知道你不想当皇帝，你是天上的一只飞鹰，是属于我们关外白山上的飞鹰，而不是饲养在宫里的猎鹰。阿玛多希望能让你在白山黑水间自由自在翱翔啊！因为你说的对，皇帝其实并不好当。要让你阿玛再挑一次的话，你阿玛也不愿意当这个皇帝。好儿子，阿玛知道你很聪明。要是你生于寻常百姓家，你一定会赛孔孟，胜诸葛。可是你是王谢堂前燕，生于帝王之家，你明白吗？就让阿玛再委屈你一次，把阿玛没有完成的事托付给你，因为阿玛知道，只有你才能够把阿玛的抱负实现，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阿玛的遗愿，因为你比阿玛聪明多了，所以不管你愿不愿，阿玛这个皇位就交给你了。皇阿玛，雪夜，
行汉化，可是却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完成，弄得朝中满臣汉臣壁垒分明。加上宗室的势力，朝廷可谓是处处剑拔弩张，形势……皇阿玛，您别说了，您歇着吧，您别说了。不要打岔，阿玛的时间不多了。阿玛自从听了你那次说孟子的不孝、不礼、不仁、不忠后，阿玛就知道你读了很多书，不仅熟读四书，更爱读韩非子。相信在日后的权术斗争中，你一定会比阿玛做得好，一定比阿玛更有魄力。但是那只是帝王之法，帝王之术，帝王之事，而不是帝王之道啊！真正的帝王之道还在于人，这一点你要谨记在心，明白吗？臣也不明白。阿玛，您再教教玄烨吧，玄烨绝不闹了，玄烨都听您的。阿玛，你再教教玄烨吧。好儿子，可惜阿玛已经没有时间了。阿玛多希望能早点看清楚你，阿玛多希望能把你当成继承人好好栽培，阿玛多希望，阿玛多希望做个好皇帝呀！可是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玄烨，从现在起，爱新觉罗家族、大清王朝、天下百姓，一切，全都交给你了。以后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玄烨，不要让阿玛失望，不要为孩子。
治18年正月初7，顺治皇帝驾崩。你阿玛大行，你不在他身边守灵，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你就要当皇上了，你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受世人瞩目，担着干系，你却如此随心所欲，这样怎么能令天下归心？你阿玛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怎么能够不悲伤？怎么能够瞑目？你不要再跟我说皇阿玛了，只有我不当这个皇帝，才能让他瞑目。三阿哥，太后，三阿哥还小，他不懂事，你可千万别跟他动气啊！你生在帝王之家，承担的就是治理天下的责任。当不当皇帝，由不得你做主。梁公，太后怎么还不来？回王爷，太后正在更换素服，请王爷稍后。太宗创下基业，元良处嗣不可久废。诸皇子尚在调陵，难当大任，故朕传位于康亲王节书。哎呦，恭喜王爷，恭喜王爷呀！这是大行皇帝的遗诏。哎呦，奴才该死，擅废遗诏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。虽然这是大行皇帝传召熊大学士草拟的诏书，不过当时汤马法突然造访，便没有写下去，所以这份诏书当不得真，当不得真呐！康亲王，大行皇帝独具慧眼，传位于你，真乃社稷之福啊！各位，节书何德何能担此大任？况且刚才吴公公说了，遗诏未完，当不得真，所以希望各位以后千万不要乱说。哎，是，遗诏已在，还能有假？待会儿当众宣读，您就是95之尊了。是啊。
太后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回太后，刚才吴良府吴公公把大行皇帝的遗物拿到乾清宫时，调出一份未完的遗诏，让简亲王简起读出，说是传位给康亲王。那在场的王公大臣们都听到了？都听到了。那可怎么办？奉太后懿旨，为免皇子公主、诸位王公大臣过度悲伤，着令乾清门前散去。如果太后真要从中作梗的话，康亲王，您准备如何应对？这朝中势力分成皇族宗室、满大臣和汉大臣三方。当然，谁得到的支持越多，谁便可以当家。汉大臣不必担心，他们只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文人，多半只会明哲保身。所以啊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得到这些满大臣的支持。那么，王爷，您准备何时动手？据我所知，太后已经有所准备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本王也开始准备了。大行皇帝行事一向难以预测，可万没有想到，就连嗣位之事也如此出人意料啊！太后竟然不来小练，看来已经知道遗诏之事。显然，太后她不赞成康亲王继位。如此看来，这次皇上继位又将是风起云涌啊！太祖皇帝杀舒尔哈齐，夺地兵权；太宗皇帝除掉阿敏、代善，从巴赫硕贝勒手中取得大权。这多尔衮除豪格、巴基尔哈朗集大权于一身，大清的每一朝的皇位都是巧取豪夺，这一次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落地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我与索大人联合两黄旗6大重臣，力抗多尔衮，终于扶了大行皇帝登上帝位。现如今，除佞臣清君侧，扶立新主，正是我辈之责，有何足惧？索大人，您看这一次我们要忠于大行皇帝，忠于皇太后，这一点我是绝不会改变的。对，可是如果大行皇帝与太后的意见不一致呢？大行皇帝要立康亲王，而据我所知，太后却重义3阿哥。皇位之争风急浪涌，一不留神押错宝，那就要9代伏诛，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我看呐，还是置身事外为妙啊！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怎么不对？我们都是朝廷重臣，
不可能置身事外。要三缄其口，只会两面不讨好，被视为不忠。那该如何？从来，危机就是契机，只要把握得准确，我们就能够变不利为有利，更上一层楼。又有何难呢？这能不能更上一层楼，老夫从来不计较。在我的心里，那只有一个字：忠。对，就是忠。忠于大行皇帝是忠，忠于太后也是忠。你们说了半天的忠，那我要问问，你们说咱们该怎么个忠法？应该是忠于大清。这话怎么讲？敖大人，我问你，满汉一家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满就是满，汉就是汉，谈何一家？三位大人可能忘了，三阿哥的母亲同妃娘娘可就是汉人哦。三阿哥有汉人血统，他若继了位，难保不亦如大行皇上敬汉人而远满人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当日大行皇帝宠信汉臣，除了6部，有汉人的尚书，内3院、13衙门，也都有汉人们把持。我们八旗子弟啊，快要回到关外放牧打猎去喽。这些都是皇上的家事，我们做奴才的，咱们只可劝，不可管。我们不是要管，我们只要忠，忠于一位能把大清重新纳入正统的皇上，忠于一位能重用满臣的皇上。忌惮大妃乌拉那拉，因为大妃之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掌握3旗兵马，太宗皇帝为防乱世交织，让大妃殉葬，硬是逼死了大妃。惨吗？
很惨是吧？可是自古帝王家的历史都是用血和泪写成，所不同的是用自己的血泪，还是用别人的血和泪。今天你不想当皇上，可以，可是有人已经虎视眈眈地看上了这把龙椅，你要是不当，那别人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那时候你皇额娘还有皇太后都免不了一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讨厌，我憎恶这些。如果当了皇帝，结果就是这样。我宁愿永远不当这个皇帝。孩子，有办法，而且是唯一的办法，可以让你改变这一切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掌握权力，把生杀大权拿过来。杀不杀对方，由你。继承皇位，是你皇阿玛一生中对你唯一的请求，唯一的托付。现在你的命，我的命，我们全家人的命都握在你的手里。玄烨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当皇上，我不会勉强你了。福临，额娘向你立誓，纵然让我流尽血和泪，甚至要了我的性命，我也要确保让你的儿子登上皇位，延续大清正统，成就万世基业。起来吧，谢太后。现在外边风言风语，张三说这个继承大统，李四说那个继位登基。我想听听你们四位是怎么想的。太后放心，不管外面传言什么，有道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
臣等对太后和大行皇帝的忠心至死不渝。大行皇帝知道你们都是忠心的。大行皇帝早就说过，打天下靠的是金戈铁马，治天下靠的是儒学之道。儒学之道靠的又是什么？不就是你们这些汉臣吗？大行皇帝爱民如子，尊孔崇儒，真乃一代明君。可是你们也知道，大行皇帝为了推行满汉一家的新政，得罪了多少跟祖宗一起打天下的宗室和八旗子弟呀！为此，他一直十分孤独，所以他也更加的倚重你们。大行皇帝的隆恩，臣等纵是万死也难以报答。万死倒也不必，大行皇帝只是想让大家帮帮他的忙，完成他的心愿而已。若臣等所急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那就好。大行皇帝临终的遗诏，就是让继位的新君继续推行他的新政。听说太后召见熊四旅等一帮汉臣，不知用意如何呀？楚河汉界，王爷这么快就让小兵过河，不怕孤军深入，白白送死吗？本王根本就不在乎，只要双车在手，损失几个小卒算什么？满臣这边倒是已经给稳住了，只是皇族宗室这一方，安亲王乐乐德高望重，一呼百应。况且他素来都站在太后这边，恐怕不好对付啊。将军，纵然是王，也有被将的时候。太后，大行皇帝英年早逝，乃是社稷之失。可是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凤体为重啊。知道天底下最伤心的事是什么吗？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宁可我先走，让福临多活几年。他多么年轻，太后，所以他留下的事情，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替他完成。太后的意思是，福临最后是纳了你的谏言，择皇子，他选中了三阿哥玄烨。三阿哥。可是朝中对半封遗诏的事情议论得满城风雨，朝中乱作一团，很多事情现在是一触即发。乐乐一定竭尽全力说服诸王，全力拥戴三阿哥登基，请太后放心。可是我也不妨把话说明白。杰叔那边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争夺，他的曾祖与宗室那边的关系密切，恐怕很难对付。说服宗室，你有把握吗？乐乐愿赴汤蹈火，只是那些朝中大臣
我已经请汤马法出面了。汤马法深得汉臣的敬重，他出面最合适不过了。倘若杰叔继位，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。所以，汉臣们已经在我们这一方了。宗室方面，由你说服，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有5、6成也行。是，现在就剩下8旗满臣了。索尼倒是忠心耿耿，可是鳌拜和苏和撒哈他们的心底，我还是摸不透。如果能说服索尼由他牵头，那问题就不大了。我将亲访索尼府。月乐，这只是我们娘俩之间的谋算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要看老天爷的意思了。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搬不动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。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艳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爱一个人，全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退。寒光中。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为一个人，全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。